我的罪名是波兰语。1863年秋天，华沙城堡监狱的看守最后一次点名时，念到我的名字，我应了一声。他没有看我，也没有在名册上打勾，他只是把那页纸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炉子里。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存在了。我叫杨什切潘斯基，战前是华沙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助教，其期间在波兰民族政府的秘密交通网中当过联络员，负责传递文件和运送印刷机，从未开过一枪。1864年1月被捕，先关在华沙城堡，后来转移到基辅，最后踏上了那条通往东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另外47个波兰人，以及一位从华沙大学来的老教授，他姓科瓦尔斯基，61岁，古典语言学教授。被捕原因是收藏了一本他认为波兰语和梵语存在联系的语法书。沙皇的审查官认为那本书足够危险，判处了他7年流放。他被塞进运牲畜的闷罐车，和我们一起穿过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中转站，开始咳嗽，到了赤塔咳出了血。押送官叫来了一个军医，听诊了不到1分钟，说肺炎，然后没有药，没有治疗，没有休息。第2天继续上路了。闷罐车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巴掌大的通风口。冬天的时候，那个口被冻住了。车厢里漆黑一片，只有铁轮碾过铁轨的咣当声告诉你还在移动。有人在那片黑暗中唱歌，波兰语，一首古老的关于回家的歌，不知道谁起的头。后来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押送的卫兵从缝隙往里喊了一句，再唱就开枪。没有人停下来，他们继续唱。卫兵没有开枪。火车走了6个星期，然后换成马车。马车走了3个星期，然后换成步行。步行走了2个星期之后，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那里的流放者中转站，等了3个月，然后被通知继续向东到海参崴去。马车上的6个人，5个波兰人，1个立陶宛人。有一匹马在贝加尔湖附近倒下了。我们下来推车的时候，我看到了贝加尔湖，那是冬天，湖面封冻，冰层厚到可以在上面跑马，冰面在阳光下发出浅蓝色的光，像一块巨大的瓷器碎片嵌在西伯利亚的裂缝里。同行的老教授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俄语，我不记得原话了，但大意是这么美的地方不应该用来关人。没有人回答他，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答。最终目的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时候还没有人叫他弗拉迪沃斯托克，当地人叫他海参崴，意思是海边的餐场。日本人的海图上标着，俄国人的公文里刚刚开始使用他的新名字。征服东方。1865年秋天，我站在金角湾的北岸，面前是一片连绵到天际线的原始森林，脚下是其溪深的沼泽，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植物和海水的混合气味。我的靴子陷在黑色的淤泥里，拔出来的时候发出噗的一声，向大地在对我表示不满。这就是我要建设的城市。金角湾是太平洋沿岸最好的天然港口之一。这个结论不是我第一个得出的，早在1859年，穆拉维约夫就派人测量过这个海湾，并留下了评语：湾阔水深，东部结冰，可泊巨舰，良港也。但穆拉维约夫没有在这里住下来，他把这块地皮留给了后来的人，而我就是那些后来人中的一个。1865年的海参崴什么样？让我给你列一份清单。9月，金角湾北岸，一片无边无际的白桦林和作木林混交，林间散落着几个朝鲜渔民的窝棚，和一艘搁浅在沙滩上的中国渔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码头，没有淡水系统，没有教堂，没有监狱，没有邮局，
没有医院，没有墓地，只有森林、沼泽、苍蝇。几十个俄国士兵在沙滩上搭帐篷，他们住在里面，每天用斧头和锯子把森林向后推1米。我们的任务是在冬天到来之前把第一批营房建起来。47个波兰流放者，加上100多个从西伯利亚各地调来的囚犯和退役士兵，组成了海参崴历史上的第一支建筑队。工具是手斧、手锯和铁锹。每人每天的口粮是一条黑面包和1碗加了盐粒的稀粥。军需官在分发口粮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记住了的话：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干完了活才有饭吃，没有饭吃的人就是没有用的人。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冬天，我们有5个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尸体埋在新建兵营后面的山坡上，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在泥土上插了一根削尖的木桩，上面写着年份和编号。我记得编号最大的那个是23号，不知道是那个冬天的第几具尸体。那年9月我25岁，体重不到60公斤，头发里长了虱子，手指因为整天握锯把已经伸不直了，但我的脑子里还在计算。我在计算这片沼泽的排水坡度，我在计算营房的最佳朝向，我在计算需要砍掉多少棵树才能腾出足够的空地，建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过冬营地。我在计算以现在的进度和材料储备，冬天到来之前我们能不能完工。我算了很多遍，结果都不乐观。这些东西没有人让我算，军需官只关心我每天砍了几棵树，但我的脑子停不下来。我是一个工程师，我不会用斧头砍树，但我可以用眼睛测量一棵树的高度和直径，然后推算它烘干之后能承受多大的重量。这一点在后来救了我的命。我是在10月的第一场雪中认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阿尔谢尼耶夫的。他是东西伯利亚军区的工程兵上尉，被派来监管海参崴的初期建设工程。他比我大5岁，32岁，留着棕色的短须，说话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晰。他来到营地的那天没有穿军礼服，穿着和囚犯一样的旧皮袄。他从马上跳下来，径直走到我们砍伐出来的那块空地中央，蹲下来，抓了一把泥土，放在手心里捏了捏，闻了闻，然后站起来对军需官说了一句话：这片地不能盖房子，底下是沼泽，水排不出去，地基会塌。军需官说，圣彼得堡的命令是今年冬天之前必须建好营房。阿尔谢尼耶夫说，那就在北边那片坡地上盖，那里地势高，土层厚。军需官说他不是建筑师，他说的是圣彼得堡的命令。阿尔谢尼耶夫看了他一眼，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我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圣彼得堡的命令不会住在这片沼泽里，但我们会。他转身走到我面前，因为我是当时离他最近的，看上去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他问我，你叫什么？我说杨什切潘斯基，华沙大学土木工程系。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说，你的俄语说得很好。我说学了5年。他说跟我来。我跟着他走到北边那片坡地上，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从山脚到水边的距离，然后问我，如果让你在这里设计一条排水沟，你会怎么挖？我蹲下来，在地上用手指画了一条线，从坡地的最高处斜着向低处延伸，在末端分成了2条支线。我说主沟沿着等高线走，减少落差，保证水流速度。支线在雨季时开启，旱季时关闭。这段坡地全程落差约4米，离海不到200米，排水不会太慢。如果在这里加一个地下3合土渗区，冬季结冰期也不会影响排水。他没有说话，他蹲在我画的线旁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说了3个字：就这样。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只是一个砍树的囚犯，我成了他的助手。
当天晚上，我回到波兰人的帐篷时，那个立陶宛木匠看着我很久，然后问了我一句话：“你帮俄国人画图，你不怕回去之后被人说你是叛徒吗？”我说：“我在给这座城市画图，不是给俄国人画图。”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我不知道他信了没有。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我说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但我没有停下来，因为那是我在被捕之后第一次有人问我有什么想法，第一次有人让我做一件不仅仅是消耗体力的事情。我拿着从地上捡起的那根树枝，在山坡上画的那条线，是我被流放之后画出的第一条属于我自己的线。如果那也算一条线的话，1865年冬天，我们在金角湾北岸的坡地上建起了海参崴的第一批永久性建筑，一座兵营，一座仓库，一座简易的码头，和一条从码头通往兵营的碎石路，全部是木结构，用原木和木板建造，连接处用榫卯和铁钉，墙缝用泥炭和苔藓填色，屋顶用桦树皮覆盖。我设计了那座兵营的排水系统和通风系统。11月的气温已经降到了-25度，墨水在砚台上结冰。我必须在炭火盆旁边画图，每隔几分钟就把鹅毛笔放进嘴里，用体温化开冻结的墨水。阿尔谢尼耶夫看到之后，给了我一瓶德国墨水，说是从伊尔库茨克买来的，据说加了甘油，-30度不结冰。我把那瓶墨水用了4年，4年后瓶子空了，但瓶底的甘油沉淀被我刮下来，掺进自制的墨水里，又用了2年。阿尔谢尼耶夫把我的图纸拿去看了很久，问我在哪里学的。我说华沙大学。他还问我什么我教过建筑力学和水文学。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一个波兰人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教俄国人怎么盖房子，这个世界的荒诞程度总是超出我的想象。我说不是教，是合作。他笑了一下，那是他第一次笑，那是一个很短暂的笑容，大约持续了2秒钟，然后就消失了，像一个在不合适的地方冒出来的东西，很快被收了回去。但那一年冬天，我还是被举报了。告密者是营地里的一位东正教随军神父，他对阿尔谢尼耶夫说，把一座兵营的设计交给一个波兰流放者是对沙皇的不忠。阿尔谢尼耶夫听完之后说了一句，那神父后来在报告里原样转述的话，我不会画图，你会吗？如果会，你来画。神父不会，所以就这样，我继续画图。但我也因此进入了第3厅的监视名单。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有一个眼神不一样的人，他可能是厨房里的伙夫，可能是隔壁帐篷打呼噜最响的那个囚犯，也可能是某个每半个月就要去一趟伊尔库茨克采购物资的下士。我不知道是谁，但他们存在。我确定他们存在，因为有一次我在设计图上画了一个多余的小圆圈，不是功能需要的，只是手滑了。3天之后，那个圆圈被伊尔库茨克方面写信来质问我，问我为什么在那个位置画一个圆圈，是不是在标记什么东西。我花了1个小时反复看那张图，确认那确实是一个手滑，没有任何含义。我用放大镜看了那个圆圈周围有没有其他标记，确认没有之后，回信说没有任何含义。笔误。伊尔库茨克没有再回复，但他们保留了那封信和那张图纸的副本。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图面上出现多余的东西。从此以后，我的每一张图纸都像被审查过一样干净。不是因为审查官看得更严了，是因为我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审查官。我开始在图纸边缘加注标注符号的用途，用细小的字体写满说明，每一笔都经过确认。每一个圈、每一个点、每一条延长线都有功能说明。铅笔画完了之后，再用墨水描一遍，不是为了美观，是为了让审查的人看到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从一个画图的人变成了一个为自己画图做辩护的人。
这件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包括阿尔谢尼耶夫，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一个工程师为什么会害怕自己手里那支鹅毛笔。画图的人开始审查自己画的东西，这是一件荒诞的事，但我没有别的选择。1866年夏天，海参崴的第一条正式道路动工了，它从码头一直延伸到未来的市中心位置，全长不到2公里，路面宽约4米，路基用碎石和粗沙铺成，路面用捣碎的贝壳和白灰混合后夯实。这条路就是我设计的。开工之前，我在工地上站了一整天，从日出到日落，不是在测量，是在看地形，看雨水的流向，看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看阳光在一天中不同时段落在坡地上的角度。这些都是教科书上不会教你的东西，但如果你要在一个连一张地图都没有的荒野上建一条能用的路，你必须自己搞清楚。3个月里，我每天早晨拿着水平仪和标杆，从码头出发，一步一步地走到林地边缘，每隔10米打一个标高桩，每到一个拐弯处就停下来校正一次坡度。我的身后跟着30个囚犯，他们挥锄头、铲子、挑土篮子，在6月的暴晒和蚊虫的围攻中，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进度最快的时候，一天能推进40米。最慢的时候遇到一片乱石区，一天只推进了不到10米。6月的海参崴没有风，湿度接近饱和，森林里的蚊子像一团灰色的云。你在户外待上10分钟，裸露的皮肤上就会被叮出10几个包。有人因为抓破感染之后发烧病倒了，我没有，我倒是因为在衣服外面涂了一层泥浆，干了之后像铠甲一样，蚊子咬不穿。但那个方法是我在伊尔库茨克时从一个老流放者那里学到的，他告诉我泥浆里要掺一点烟灰效果才好。我照做了，效果不错，代价是我的衣服硬的可以在墙角立住。工地上有一个从山东来的中国劳工，他姓李，山东蓬莱人，是我在工地上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认识的。他在海参崴已经待了3年了，比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久。他砍树比我快2倍，铺路比我快1倍，但他不识字，看不懂图纸。我用树枝在地上画图给他看，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拿起工具按我画的位置开始挖土。从此我们形成了固定的配合模式，我画线，他开挖。他干了1辈子力气活，用眼睛测量距离的精确度不亚于我用的水平仪。有一次，我故意在一段路面上偏移了2度，他没有说话，挖到那段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地面，摆了摆手，意思是这里不对。我重新测量了一下，发现确实不对，2度的误差在地面上很难用肉眼分辨，但他用铁锹感觉到了那种微妙的阻力变化。我们配合了3个月，3个多月后，那条路完工了，路面平整，坡度均匀，从码头一路延伸到林地边缘，像一道浅灰色的疤痕划开绿色的原始森林。他蹲在路边吸了一袋烟，看了看新铺好的路面，然后说了一句他会的俄语中的一个词，好。然后他站起来，扛着工具走了，再也没有出现在工地上。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可能去了别的工地，可能回了山东，也可能没有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7月，我们遇到了一场大雨，连续5天不停，刚刚铺好的路基被冲毁了一半。阿尔谢尼耶夫站在雨里，看着一片狼藉的工地，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问我，你有没有备用方案？我说有。我从怀里掏出了第2张图纸，那是我在第1个方案完成后立刻开始画的方案 B， 排水量更大，路基更深，但需要多1倍的碎石。阿尔谢尼耶夫看了图纸，又看了雨，又看了我，最后说了一句话，你是对的。
那条路后来用了3年没有重修过。1867年夏天，我开始参与金角湾北岸码头的扩建工程。原来的码头只是一个用原木搭成的简易栈桥，涨潮的时候水会漫过桥面，退潮的时候船靠不了岸，运来的钢材和水泥堆在海滩上等待卸货。新码头需要用石砌墙基和木质栈桥的组合结构，我负责设计栈桥的承重部分。为了确定承载力，我反复计算了本地落叶松在不同含水率下的抗弯强度。数据来自我亲手砍倒的一棵树。我用锯子把树干的横截面锯下来，在炭火上烘干，然后用铁针和砝码做了一套简易的破坏性测试。那棵松树在断裂之前承受了大约380公斤的集中荷载。我把这个数字写进了设计报告备注里。阿尔谢尼耶夫审阅的时候，指着那行数字问你怎么算出来的。我说我砸断了一棵树。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在那行数字旁边签了一个字。这码头在入冬之前竣工了。第一艘停靠它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小型运输船，船名我记得叫额尔齐斯号。船上的水兵跳上崭新的栈桥时，用靴子踩了踩木板，说了一句：“比西伯利亚的路稳多了。”我站在栈桥的尽头，听着那句话，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那个水兵，设计这座栈桥的是一个波兰流放者，他大概不会相信，即使相信了，也不会改变什么。那年秋天，沙皇政府正式批准了海参崴成为俄罗斯帝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军港，拨款已经开始下拨，从欧洲俄国运来的建材正在路上。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走海路，经苏伊士运河绕过亚洲大陆，全程超过1万海里。据说第一批钢材和水泥已经在敖德萨装船了。阿尔谢尼耶夫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查看新一批到货的木材。他手里拿着报告纸，说得很平静，但翻页的时候手微微抖了一下。他在纸上写了一行批注，然后抬头对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这座城市以后会有很多人住在这里，他们不会知道第一锹土是谁挖的。我说我知道就行了。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与此同时，我收到了一封从华沙转来的信。信在路上走了11个月，沿途经过了7、8个检查站，被至少3个不同的官方机构开封验视。信从华沙寄到莫斯科花了2个半月，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花了4个月，从伊尔库茨克到海参崴又花了4个半月。封口处的蜡已经被撬开过好几次了，重新封口的蜡颜色和原封不一样。信是我姐姐写的，里面提到家里的房子还在，但屋顶需要修。母亲去年冬天去世了，消息来晚了。信纸上有2处水字，可能是眼泪，也可能是雨水，我不想深究。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波兰语 Bóg z tobą， 愿主与你同在。我把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划了一根火柴把信烧了。不是因为我冷血，是因为如果一个流放者被查到私藏来自欧洲的通信，后果是加刑期，与其冒那个险，不如让它变成灰烬。我看着那页信纸在火中卷曲变黑，字迹在火焰中一闪一闪地亮了一下，然后消失了。Bóg z tobą 那3个词在火焰中停留了一瞬，然后就看不见了。我坐在兵营后面的一个树桩上坐了很久。10月的海参崴树林里安静的只听得见风声和落叶落地的声音。海参崴的春天来得晚，4月份雪才开始融化，5月份草才开始变绿，6月份金角湾的冰排终于全部融化，露出了深蓝色的海水。有一天傍晚，我站在新建的码头上看着海面，远处的日本海在夕阳下橘红色的光从水面扑到脚下。我站了很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我来到海参崴之后第一次看海，不是因为海好看，是因为之前一直太忙了，没有时间抬头。1868年夏天，阿尔谢尼耶夫被调走了，
他接到了新的任命，去乌苏里斯克负责那边的要塞建设。临走之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间比别的木屋多了几张地图和一个书架的房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里面是什么？我问。你的图纸，他说。我打开信封，里面是我在海参崴这2年多画的全部设计草图，排水系统、军营结构、道路剖面、码头装机设计图，每一张的右下角都有我用铅笔写的编号和日期。他说你留着，也许有一天能用上。我说这些东西属于军队，我不能带走。他说没人知道这些图纸的存在，这些是我另外抄录的副本，原稿已经交给了伊尔库茨克。这些是你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转交一件普通的文件，但我知道他在冒什么风险。一个俄国军官私下给一个波兰流放者保存军队工程图纸，若被发现，他至少被降级处分。我拿着那个信封站了很久，我说谢谢，他说不用谢。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如果你将来能离开这里，别回波兰了，那里的房子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你在海参崴画下的这些线会一直在。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他就骑着马沿着新修好的路走了。那条路是我设计的。他走的那天，我站在码头上，看着他的背影在海湾边的小路上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佐木林的拐弯处。我站了很久。一个波兰流放者站在俄国太平洋舰队未来的军港码头上，目送一个俄国军官远去。这件事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说不通，但它发生了。海参崴的夏天，海风吹着我的脸，风里有盐味和松木的味道。我回到兵营那间被当作办公室的小木屋里，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把图纸一张一张摊在桌上，一共17张。从1865年的排水草图到1868年刚完成的码头剖面图，每一张都是我画的，每一张的右下角都有我的编号。我坐在那堆图纸前坐了很久，外面的天从蓝变成灰，然后变成暗蓝，最后完全黑了下来。我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1869年秋天，我的流放身份被解除了，不是完全自由，而是从囚犯转为自由移民，可以在滨海边疆区定居，但不得离开帝国本土。消息是伊尔库茨克方面通过公文传达的。接收公文的那个下午，我站在兵营门口，看完了那几行字，然后把公文折好放进口袋里。军需官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走？你的流放期已经满了，可以离开海参崴了，你想去哪里都行，只要不出边疆区。我说我不走。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的路在这里。我没有说那是哪一条路，但我说的是真的。那些排水沟，那些路基，那些排水坡度，是我用水平仪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它们在地面上，没有人会记住是哪个工程师设计的，但它们存在。金角湾北岸第一批永久建筑的排水系统还在用。那条我在1865年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来的排水沟，每到雨季，水就沿着我设计的方向流进海里。20年了，没有堵塞过一次。我搬进了城里第一栋正式公寓楼，由我参与设计的木结构2层楼，楼下是商店，楼上是住宅。从窗外可以看到金角湾的海面。窗框是我画的尺寸，冬天关窗的时候，窗扇和窗框之间严丝合缝，没有一丝漏风。木匠照我的图纸做了之后说了一句，他干这行30年没见过公差这么小的图纸。我搬进去的那天晚上，在窗台上坐了很久，月亮从海上升起，把金角湾照成了一片流动的银色。10年了，从华沙城堡到金角湾，这条路我走了整整10年。我坐在窗台上看着月光下的海面，
突然想计算一下，我已经多少天没有见过一张在波兰见过的面孔了。最后计算的结果是大约2年零7个月。从我离开伊尔库茨克中转站向东出发的那一天算起，到今天，海参崴的波兰人不超过10个，其中有几个我已经认识了。立陶宛木匠和犹太裁缝在码头仓库做工。那个教过我泥浆防蚊法的老流放者去年春天死了，肺炎死的。事后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语言。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里面那些图纸的纸边已经磨毛了，但我没有打开它。我知道每一条线都在那里。1870年初春，海参崴迎来了第一批正式移民，不是囚犯，不是流放者，是来自乌克兰和顿河流域的自由农民。他们在金角湾北岸分到了土地，开始种小麦和荞麦。他们在森林边缘搭起了第一批农舍，屋顶上第一次升起了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是为了做饭而产生的炊烟。这一年，城市开始像一座城市了。码头扩建了第2次，街道从1条增加到了3条。一座东正教小教堂在山坡上用原木搭了起来，一座军医院在码头旁边开了门，一张真正的海图被挂在了港务处的墙上，图上标出了金角湾的完整水深。我带着水平仪走过那些新建的工地时，偶尔会有工人问我，这条路是你设计的吗？我有时说是，有时候说不是，取决于对方问话的语气。1871年春天，我在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东段设计了第一栋私人商铺，2层木结构，楼下临街面开了3个窗户，楼上住人，业主是一个从托博尔斯克来的退役军士，他和他的犹太妻子在海参崴开了一间杂货店，卖烟火柴、煤油和从日本运进来的棉布。他拿到图纸的时候问了我一句话：“你是波兰人吧？”我说是。他说我猜到了，只有流放者才会画图这么认真。我没有回答他，他也没有继续问，但是他在我的图纸旁边放了一包茶叶，说了一句：“西伯利亚的冬天不喝热茶活不了。”那包茶叶我喝了整整1个冬天。1872年，阿尔谢尼耶夫从乌苏里斯克寄来了一封信，信很短，没有问候，没有署名，只有4行字。他在信里写：“金角湾的冰牌融化了吗？如果化了，替我数一下有多少艘船停在了你用木头建的那座码头上。”那年的4月26日，我站在码头边数了一遍停靠的船只，一共11艘，2艘军舰，3艘运输船，6艘渔船。我把数字写在信纸的背面，然后托一个去乌苏里斯克的商队带给了他。3个月后，信被退了回来，没有拆封的痕迹，封口上盖着已故2个字。我不知道他是在哪一天死的，是怎么死的，信上没有说，其他信息也没有。我拿着那封被退回的信在海边站了很久，然后把它折好，放进了那个装着17张图纸的牛皮纸信封里，和图纸放在一起。他的图纸副本都在我的手上，他的字迹停留在那4行字上，那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东西之一。那年秋天，我申请加入了海参崴市议会下属的城市建设委员会，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是委员会里唯一一个前流放者，也是唯一一个波兰人。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其他委员用一种介于好奇和警惕之间的眼神看着我，但我不管那些，因为我手里拿着海参崴未来10年的排水系统规划图，是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己画的，没有人委托我画，也没有人知道我在画。我把那张图摊在会议桌上，然后说了我在海参崴5年来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我说，如果你们按照这条线铺设排水管道，未来20年内市中心不会发生内涝。委员们传阅了那张图，没有人提出修改意见，图通过了。散会的时候，一个年纪较大的委员在门口拦住了我，他穿着旧式的军服，已经退役了。
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打算在这里住多久？”我说：“我10年前就没打算住在这里，但我现在不打算走了。”他点了点头，没有说别的就走了。那天晚上，我沿着斯维特兰斯卡亚大街从码头一直走到那条路当年停下的地方，大约2公里。路面上铺着贝壳和白灰混合的夯土，路间已经长了草，但路面还在，没有塌，没有裂，没有下沉。我蹲下来，用手掌按了按路面，硬的。那一小袋科瓦尔斯基教授的遗物，是1年半以前从一个恰好路过海参崴的雅库特族猎人手里辗转交到我这里来的。那个猎人在勒拿河畔的一个帐篷里收容过一位年迈的流放者，他描述的特征和教授一致。教授在那里住了大半年后去世了，他留下了一个包袱，里面有几本书和一副磨断了腿再用细绳绑住的眼镜。猎人不知道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但他记得教授在临终前说了一句俄语：“把书交给一个会读书的人。”猎人把包袱交到我手上之后就走了，他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我没有打开那个包袱，把它放在了我睡觉的那张床的床底下。那几本书至今还在我的床底下，我从来没有翻开过，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我知道翻开之后，我会看到老教授在那片黑暗的车厢中叫我的最后一句拉丁语。他说完那句话就沉默了，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他教了我一句诗，赫拉斯的，他们不会完全死去。我后来一直没有查过那首诗的上文和下文，但那一句我记住了，他们不会完全死去。我躺在海参崴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金角湾的海浪声，偶尔想起这句话时，觉得他说的可能不是人，而是那些留在地上的东西，那些排水沟，那些路基，那些没有名字的设计图，那些被时间埋在地下，但一到雨季就沿着正确的坡度流向大海的水。1873年秋天，城里第一座砖石建筑动工了，是一座2层楼的兵站，不再用原木，而是用烧制的红砖和石灰砂浆。砖是从日本长崎用船运来的，这是海参崴第一次使用非木结构的建筑材料。我没有参与那栋楼的设计，施工方是军方从欧洲俄国调来的一个建筑师。他在查看了我的排水系统图纸之后，把原来的地基位置向北移动了4米，因为那条我画在纸上的主排水沟刚好经过原定的地基中央。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不知道该怎么归类的话：“你的沟比我房子先到这个地方，我不能让他改道。”他挪了他的房子，没有动我的沟。那栋楼后来用了50年没有发生过积水。我在海参崴画了多少张图，我没有数过，但我知道有几张图是没有署名的，不是因为不敢署名，是因为不需要了。排水图不需要签名，路不需要签名，城市不需要签名。我关上窗户，躺在那张用木板和干草铺成的床上，睡了一觉，没有做梦。第二天早上，太阳从金角湾东岸的山后升起，光线穿过窗户照在我的脸上。我睁开眼睛，我还在海参崴。我翻了个身，看了一眼窗外，海湾对面山坡上的军营和仓库，还有那条从码头延伸过来的路，它们都在晨光中。我画的那条线被阳光照得很清楚，可能是因为路面上新铺的贝壳粉在逆光中反射出一种不太刺眼的白光。我躺在床上看了那条路很久，然后起床洗脸，准备去工地。今天的任务是一座新的仓库地基设计，图纸已经在我脑子里了。